在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的智商一直在线，尤其是在后期，风光回宫后，那简直就跟开了挂一样，目标明确，招招致命。但仅仅靠她一个人是不够的，要有队友的扶持，才能强上加强。而甄嬛阵营中的主力军便是端妃和静妃，可他们的位分都不低，并不是轻易就能拉拢的。那甄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甄嬛和皇后拉拢队友的方式不同。皇后擅长威逼利诱，只把对方当做一颗好控制的棋子，这就导致后期安陵容生出了背叛之心。她会感觉自己一直被人利用，到最后在后宫里活着都嫌累。就像安陵容生无可恋地对宝娟说过，觉得自己好累，从来没有这么累过。可是我知道，等我身子骨好了，我又要受人摆布，又要去斗。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，斗不动了。安陵容没有在皇后身上看到真心，她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这样皇后会感到威胁，她只能不停地去给皇后当打手，去对付皇后想对付的人。所以在她临死前，安陵容给甄嬛送上了皇后的致命软肋。皇后，杀了皇后！而甄嬛和皇后的方式完全相反，她不会去限制队友的自由，还会满足他们的需要，让结盟变得更加坚固，甚至无坚不摧。在早期，甄嬛还没有出宫去甘露寺时，她就与端妃、静嫔结下了深厚的缘分。端妃生病时，甄嬛正处在因为华妃的欢宜香流产的阶段，和四大爷也撕破了脸。此时的甄嬛也处境艰难，但当她路过端妃住处，知道她生病时，还是选择去看望端妃。怀着身孕的时候，她还为我的孩子做过2双小鞋。如今她病着，我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。你去敲门吧。等到他进殿以后，才发现端妃的处境糟糕，整个宫殿里只有吉祥一个宫女，其他的宫女太监都走了，连太医都没有请。甄嬛看着躺在床上的端妃，吩咐吉祥：吉祥，你去太医院找温太医来瞧瞧。是，奴婢立刻去。锦汐，哎，端妃娘娘这个样子，身边没有人可不行。你去咱们宫里挑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。好。甄嬛又是给端妃找了自己最信任的温太医，又是从自己宫里拨人来伺候她。正所谓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，这样的行为其他人是很难做到的。端妃在宫里病了这么多年，处境也一直不好，只有甄嬛对她伸出了手，拉她一把。而端妃受的这一切都是华妃带来的，是华妃逼着她喝下了红花。当年你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加在我的头上，深夜闯进我的阁中，灌我喝下一壶红花。你固然惨死一子，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生育。他当然是恨毒了华妃，在宫里熬了这么多年，便是希望能够有人可以扳倒华妃。甄嬛的出现给了他无限的希望，更别说现在甄嬛也因为华妃的原因流产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甄嬛也没有辜负端妃的期望，在华妃母家衰败后，成为了压死华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甄嬛制造了一场火灾，推到了华妃的头上，四大爷也彻底对她死心，下令赐死。本不想赶尽杀绝，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。罢了，告诉皇后和静妃，连夜审问肃洗，若今属实，即刻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，不必来回朕了。对于端妃来说，这是彻底除了心腹大患了。如果说只凭着一时的利益，他们是可以结盟，但绝对不牢固，更不可能走得长远。甄嬛当然也知道，所以她在曹琴墨死后，借花献佛地提出将温宜公主交给端妃抚养。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，将来必定乖巧懂事，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的。端妃自然是很想抚养的，毕竟她注定不可能再有子嗣了。但是这不是她想就能够办到的事。我是很喜欢温宜公主，可是这样的事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。端妃是宫里的老人了，四大爷对她只有敬重没有喜爱，而甄嬛就不一样了，她现在宠冠后宫，又即将封妃，
可见在四大爷心里的地位之重，只要他去跟四大爷提，那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果然，甄嬛立刻接上话，为他作保。娘娘如此喜爱公主，必会将她如实记住。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。若真能如此，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。这不仅仅是对温宜公主的承诺，也是对甄嬛的承诺。甄嬛又是雪中送炭，又是除了华妃，现在还解了她想要孩子的心病。端妃心里明白，温宜公主给了她抚养，那他们便是坚不可摧的盟友了。其次是静嫔，甄嬛和静嫔的关系一直很好。前期她刚刚入宫时，静嫔给了她很多照顾，在每次甄嬛处于险境时，静嫔也是能帮就帮。甄嬛了解她的为人，知道她本性善良，膝下又没有孩子，所以在甄嬛生下胧月，准备去甘露寺修行时，她将胧月托给了静嫔。从今往后，姐姐便是公主的额娘了。对于静嫔来说，甄嬛能够把孩子交给她，是对她足够的信任，也是想让她有一个依靠。我知道，你把这孩子给谁抚养都可以，是你体恤我没有孩子可以依靠。在甄嬛将胧月交给静嫔时，算是彻底跟静嫔结下了一个善缘。而在甄嬛后期风光回宫后，静嫔对胧月就已经到了无法割舍的地步。她甚至将胧月看作是唯一的希望寄托，所以她既开心于甄嬛能够回宫，又害怕甄嬛将胧月夺走。在甄嬛对胧月表现出亲近时，胧月因为陌生而退缩，静嫔便会在一旁暗暗试探。为了那一句让他和妹妹回去住的话，他整整哭闹了一日呢。不如就让他在咸福宫再住几日。姐姐说，在弘历接胧月去甄嬛宫中请安时，静嫔也会疑神疑鬼，患得患失。如意，你说四阿哥这么做，是不是熹妃教的？难道真想把胧月从我这儿夺走吗？甚至静嫔因此还被皇后利用，让苏培盛和槿汐在一起的事儿被揭发出来了。可惜甄嬛段位高，靠着端妃在四大爷面前一通美言，把这事儿轻轻接了过去。事后甄嬛对静嫔进行了敲打。姐姐一向慧智，又对世事洞若观火。既然明知皇上对我不薄，姐姐又为何要与我作对呢？静嫔已经做好了自己要被秋后算账的准备。便是皇后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，悉听贵妃娘娘处置。甄嬛却对她的行为表现出谅解，还告诉她胧月只有她静嫔一个额娘。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胧月，直至公主出嫁。可是胧月是你亲生骨肉，你怎么肯？红颜与灵犀已叫我自顾不暇，而胧月却视你为生母。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，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。这一出彻底让静嫔死心塌地地跟着甄嬛，她对甄嬛的忠心更是无话可说。在甄嬛深陷滴血认亲的风波，并且还被验出孩子和温太医有血缘关系时，四大爷简直被气疯了。他掐住了甄嬛的脸，只有静嫔敢跑上前去，想要阻拦四大爷。皇上，皇上！而在甄嬛力挽狂澜，发现是水的问题后，您已经是皇后，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由此可见。